如果模型可以直接把画面生成出来，再把可点击的区域也一起生成出来，会不会我们以后上网的方式本体就不一样了？在4月23日，这位网友在 X 上公开了这个原型，立刻引发很多讨论。先讲它是什么。根据公开介绍，Facebook 是一种实验性的视觉浏览体验。你输入一句话或者上传一张图，系统会生成一个完整页面。这个页面不是传统页面那种文字放这里，图片放那里，按钮放下面的固定结构。它更像是一张会延展、会变形、会继续长出内容的可探索视觉地图。你可以点击页面里的一个区域，模型就会继续根据那个区域的上下文生成下一层内容。也就是说，任何一个视觉区域也可能成为入口。这个观点最让人感叹的一点是，它不再是像传统的排版资料，而是在即时合成体验。为什么这个方向会让很多人突然坐直？因为它碰到一个更大的问题：未来的软件，毕竟还是开发者先定义界面，再让用户操作。我们可以看回过去几十年，我们做软件的逻辑是先设计这个页面结构，首页啊、详细页、按钮、弹窗，就是设计师会把全部先画好。但是 Flipbook 这种思路，结构不一定要预先写实，界面可以是运行时去生成的。对设计师来说，这意味着视觉不再是一个静态排版；对产品经理来说，这意味着信息结构可能会变成一个动态的。对前端程序员来说，你写的不再是像以前那种组件系统。如果你想要测试 Flipbook，可以来到这个网站，这里我搜索马来西亚巴生肉骨茶，然后点击把身，它就会继续生成这张图。它会详细的告诉我这个肉骨茶的由来，像是以前的工人，他们需要干比较多的体力活，早餐都会选择吃肉骨茶，能够帮他们补充体力，在那个时代会比较便宜。然后我再点这个油条，它也会告诉我这个肉骨茶掺油条的吃法，它会根据这个上下文来生成这个页面。所以问题不是 Flipbook 今天能不能取代这个网页，更好的问题是，当模型越来越快、越来越稳、越来越懂得这个上下文的时候，我们还会不会用像是今天这种一格一格排好的页面去承载所有的资讯和操作？你觉得未来5年 AI 会先改写搜索，还是先改写浏览器和网页本体？把你的答案留在评论区。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记得订阅我的频道，还有不要忘记开启小铃铛，我会不定期更新关于 AI 和技术的内容。